两天啊，网上有看到专家说，解放台湾大概率会沿用解放天津那个做法。意思是啥？就是给你个期限投降，期限一过，对不起哦，你没机会了。先说那个天津模式啊，跟这个台湾吧还真像。1949年的1月那会儿吧，平津战役打到节骨眼上，天津卫那是华北的嗓子眼儿，守将呢是国民党陈长捷，这老小子当时狂的没边了。占着天津城防坚固周围呢是碉堡林立，护城河宽能跑船，那是觉得自己是固若金汤。当然咱们解放军是怎么干的呢？直接推平吗？那是下策啊。天津是工业重镇那是咱们自己家的坛坛罐罐，这打碎了还得自己粘，心疼啊。于是呢，刘亚楼将军给这个陈长捷下一道最后通牒，这4个字你得听仔细了，这不是商量，不是谈判，是通知。内容很简单，现在你在某月某日某时之前放下武器，交出指挥权。时间一到只要你没动脚或者敢还手，我就默认你拒绝投降。剩下的事就是大炮说话了。这就是先礼后兵，这就是给足了你面子，也给足你活路。结果呢，陈长捷那个死脑筋信了南京那边的鬼话，以为援军能来，以为美国人能帮忙，在那边拖延时间，想跟这个解放军讨价还价。嘿，您猜怎么着？最后期限一过，解放军是二话不说，那是真动手1949年的1月14号上午10点总攻开始。这陈长捷以为能守3个月，结果呢，29个小时不到1天半的时间那个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卫被解放军打了个对穿，全歼守敌13万人，陈长捷被活捉。最神是什么呢？因为打得太快了，太准了，天津市区的破坏极小，这老百姓早上起来发现变天了。嘿，买早点的买早点，遛鸟的遛鸟，马路都没怎么坏这就是天津模式的精髓设定死线，雷霆一击，保全城市，诛心夺权。那现在呢，咱把这个目光拉回到2025年的台湾。你仔细品品现在的局势是不是跟当年是一模一样这几天呢，东部战区的动作那叫一个密不透风以前咱们演习那是为了震慑，那是为了告诉你我有能力打你。现在的演习你看那个代号正义使命，联合利刃，这哪儿演习这分明就是在预演流程什么流程呢？就是当年天津城下那个流程。我觉得大概率未来解放台湾就是这个路子。第一步，围而不打，封死困死，就像这次把这个台湾岛当饺子馅一样包起来，一支枪也飞不出去一艘游轮也进不来。你岛那个天然气不是只够你用几天吗？你那点存粮不是不够吃吗？行，我先让你难受难受。这第二步呢，最后通牒读秒开始。这个时候呢，大陆这边呢会发出一份极其正式、极其严肃的公告，上面不会有废话，就一个时间点，现台湾当局于某月某日某时之前宣布放弃台独立场，接受和平统一谈判，交出军事指挥权。这个时间点就是生死线。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呢，你是同胞，咱们什么都好商量你的待遇啦，你的出路啦，大陆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但是一旦过了这个时间点哪怕1秒钟，如果你还在那边装聋作哑，还在那儿调动军队准备顽抗，第3步雷霆手段，斩首点穴，那个时候就不是什么全面进攻了，那是外科手术解放军的导弹、无人机、特战队会像当年攻破天津城防一样，直接奔着那几个死硬分子去。你赖清德躲在衡山指挥所钻地弹伺候你那个什么防空导弹阵地敢开雷达，反辐射导弹直接喂嘴里。这就像当年刘亚楼将军说的不打则已，一打就是毁灭性的。这种打法最解气也最实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要的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宝岛，要的是岛上2300万老百姓的民心而不是一片废墟。咱们要打掉的是那一小撮挟洋自重的毒瘤。所以说现在的2025年不确定呢，虽然有美国的大选，有国际的风云变幻，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台海的时间表已经不在那帮政客手里了，而在咱们解放军的作战室里挂着呢。那聊到这儿肯定有人要问了你别把话说太满那美国人吃醋的吗？特朗普那个老头可不好对付不是刚签了11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吗？
哎呦喂，你提这个我就想乐，这个特朗普是什么人呢？他就是个生意人啊，在他眼里啊，没有什么盟友啊，只有冤大头。他的嘴上说着我不支持台独，那是因为啊，他不想被卷入战争的泥潭里啊。但是手上签字卖武器啊，那是为了真金白银的美元啊。这110亿美元吧，听着是挺吓人的。其实，在军迷圈里啊，这叫什么呢？这叫高价收废品。美国人现在的心态啊，特别鸡贼，他们也看出来了，大陆这边的军事优势呢，已经在那摆着了。真的打起来吧，靠那点武器啊，能拦得住高超音速导弹，能拦得住歼20，那是痴人说梦啊！那为什么还要卖呢？首先吧，是清库存了，美军自己要换代了，这些老掉牙的东西啊，扔了还得花钱销毁，哎，不如就卖给台湾这帮傻小子，还能落个好名声。其次吧，就是收保护费，这就跟黑社会似的啊，我不保障你能打赢，但我得保障我能收到钱。这更有意思啊，是那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这家伙吧，他也是个人才啊，在各种场合强调和平解决，我们要沟通。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管钱袋子呀，他知道啊，一旦台海真打起来啊，全球供应链一断，美国那个通胀得飞到天上去，美元霸权得崩一半，他能不急吗？但是啊，五角大楼那帮好战分子啊不干呀，他们还在推动什么高层护防，还在搞什么巷战指导，这就叫两面三刀，一边呢想赚你的钱，一边呢想拿你当炮灰。美国人的算法是啊，把这个台湾呢变成个豪猪，浑身是刺儿，一旦大陆动手吧，虽然这个台湾肯定是保不住的，但是至少能崩掉大陆2颗牙呀，让这个中国的发展呢停滞几年也行。这个算法打的是真响啊！但是问题是，咱们大陆是傻子吗？咱们能看不懂你这代理人战争套路吗？这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啊，最后期限才显得尤为重要。咱不跟你玩什么消耗战啊，不跟你玩什么治安战，我给你设个死线啊！哎，你要么在这个时间前彻底认怂，要么呢，我就用足以压倒一切的雷霆力量，在你变成豪猪之前，先把你的刺儿给全拔光。以前蔡英文那会儿啊，还得遮遮掩掩，搞暗度啊，打擦边球。赖清德倒好啊，直接一脚油门踩到底啊！他觉得呀，他只要抱紧美国的大腿，只要买够了武器，只要把这个全岛的老百姓给绑上战车，搞什么全社会防卫阵项，那大陆就不敢动他。他这是赌徒心理啊！他在赌大陆为了经济发展不敢打仗，他在赌美国人会为了他拼命。但是他忘了一件事啊。赌庄上的庄家从来不是他，也不是美国，而是这滚滚向前的历史大势。咱们这次正义使命2025演习啊，还有一个特别狠的地方，那就是打破了所有的默契。以前吧，大家心里面好像还有个心理防线，什么24海里毗连区，现在演习区域直接划到家门口，这对于岛内老百姓的心理冲击啊是巨大的。哎，你试想一下啊，以前吧，你觉得这个解放军离你很远，现在你早上起来买菜，抬头一看，海面上隐隐约约是这个军舰的轮廓。晚上睡觉吧，听见这个天上嗡嗡响，那是无人机在巡逻。这种日子啊，1天2天还行，但是时间长了，谁受得了啊？这就是心理战的升级版啊！就像当年的天津卫啊，陈长捷在这个城里面吹牛皮啊，但是城里的老百姓，甚至下面的军官，看着城外那漫山遍野的解放军啊，心里面早就凉了呀！这还打什么呀？这不就是送死吗？现在岛内呢也是这个心态，虽然嘴上不说啊，但是你看那个逃兵役的数据啊，你看那个富人转移资产的速度啊，甚至连那个台积电都快变成美积电了呀！大家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这条船快沉了。而最后期限的设定吧，就是为了引爆这颗心理炸弹。当那个倒计时的钟声滴答滴答响起来的时候啊，哎，你猜猜啊，是赖清德的命令管用，还是求生的本能管用？你猜猜，那些平日里喊得震天响的台独名嘴，是会拿起枪去巷战，还是赶紧把藏在抽屉里的5星红旗缝在衣服上？我敢打赌啊，到时候这帮人啊跑得比兔子还快。那搞不好还没等这个解放军冲进伪总统府啊，赖清德就已经被底下想立功赎罪的人给绑了，直接送到解放军的军舰上当见面礼了。这在历史上又不是没发生过啊，这就叫兵不血刃。现在外面啊是有些风言风语啊，说咱们搞这个最后期限是霸权，是恐吓，是不讲道理。说这个话的人吧，那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咱们中国人的做事风格呢，向来是堂堂正正。咱们有反分裂国家法，那里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在和平统一无望、外部势力干涉严重的情况下，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最后期限就是依法办事的程序。咱们大陆这么多年那是仁至义尽了吧？要会台有会台，要融合有融合。可是你们呢，拿着大陆给的钱去买美国的烂武器来打大陆，吃着大陆的饭，砸着大陆的锅，敬酒不吃吃罚酒。那这杯罚酒你就得给我干了。设定最后期限就是为了把那个模糊的空间给挤掉，让美国那个战略模糊彻底玩不下去。你想当两面派不行，到了那个时间点你必须得选，要么呢你就真刀真枪的下场，要么你就给我滚一边去，看着我们清理门户。这对于国际社会吧，也是一次明牌，告诉全世界统一这是中国的家务事，是底线。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谈判桌，只有倒计时牌。天津办法在今天看来呢，不仅不过时，反而是最高明、最慈悲也最霸气的一种手段。他把这个主动权牢牢地锁在咱们自己手里。现在的博弈吧，已经进入了深水区，甚至是读秒区。那对于对岸那些人来说呢，幻想该醒醒了。任何试图拖延时间、试图以拖代变的招数在绝对的实力和坚定的意志面前都是螳臂挡车。我想等到那个神圣时刻到来的时候或许就在2026，咱们能看到的将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场中华民族心灵上的回归。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你对于天津模式怎么看呢？一起聊聊。我是小兰，我们下回再见。